明天你家里人来接你。还是这么喜欢装，坐了5年牢应该醒悟了吧？走吧，回家。哥哥，你回来啦！上班一天辛苦了，我给你捏捏肩膀吧。你有什么理由恨我？你知不知道，我为了接你，特地推掉了一个很重要的国际会议。赶紧回家，爸妈还在家里等你。知道你今天出狱，特地给你准备了接风宴。爸妈，我哪有爸妈？别忘了，你可是林家千金。哥，你忘了，林婉儿才是林家千金，我不过就是孤儿院里没人要的野孩子罢了。你闹够了没？还是这么喜欢装柔弱是吧？5年前是你把顾依莲推下楼摔成了植物人，进去了5年你还不思悔改，我看是里面改造的不够彻底是吧？别以为你坐了5年牢，你的罪就赎完了。我告诉你，只要顾依莲1天不醒，你的罪就1日也不算完。爸妈，哥哥，不是我推的，是林婉儿的。闭嘴！你个恶毒的贱人！我们林家没有你这样的女儿。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回家，不该奢望本该属于我的亲情。走吧，跟我回家，我不想再说第3遍。林少爷，请回吧，今后一别两宽，后会无期。后会无期。芊芊，我来晚了。芊芊，恭喜你重获自由。陆晨，我从小在孤儿院一起长大，最信任的青梅竹马。芊芊，等我考上大学，我一定去学法，我要当金牌律师，保护你一辈子。这个发誓要保护我一辈子的人，却在法庭上为林婉儿辩护，亲手将我送进了大牢。芊芊，婉儿从小到大没吃过这种苦，监狱里的日子，她受不了。你去替她顶罪，好不好？把林家千金送进监狱，使他在海城一战成名。他靠着毁了我，成为了赫赫有名的金牌律师。芊芊，这是我给你买的花。陆大律师，不必了。在监狱5年，我学会了一个道理。是挨打还是学狗叫？哇！当你无权无势无依无靠时，唯有将伤害降到最低，才能安全活下去。比起陆晨给我的希望又让我绝望，林家人从始至终的厌恶，至少让我的心不会有太大的波澜。不是要回去吗？上车吧。芊芊，芊芊，陆晨哥哥，我来了。爸妈这5年来每天都很想你，日日以泪洗面，头发都超白了。我希望你回去之后收起大小姐联系，
少与婉儿之间耍心机，少做一些让父母为难的事情。你安分一点，我们林家不会亏待你的。林浅，我跟你说话呢，听到没有？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48条规定，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会见亲属、监护人，一般为每月1次。我在监狱5年60个月，爸妈没有来见过我一面。这就是你跟我说的爸妈很想我。5年了，连见一面的机会都没有。还不是因为你太难管教了，爸妈不去看你，也是能够希望你在里面安心改掉一身坏毛病。他们也是为了你好啊。回去换身得体的衣服，去宴会厅。这就是我在林家住了整整3年的卧室。让我穿得体的礼服，可我何曾拥有过礼服？就连身上这件牛仔裤和 T 恤，还是我自己用打工的钱买的。爸爸妈妈、哥哥，你们看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？你穿的这是什么东西？你就不能学婉儿穿的大方得体一点？脱下来丢掉，别丢了我林家的脸。5年前，我拿到了清北录取通知书，林家却只给林婉儿举办了盛大的升学宴。林婉儿众星捧月，像个骄傲的公主，而我像是天鹅群里混进去的丑小鸭。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警察带走，在监狱里度过了本该属于我的大学生涯。8年前，我穿着校服被接回了林家。既然一切由他开始，便也由他结束吧。今天对林家来说可是个大日子呀！是啊，我们的主角呢？什么时候来呀？快了，快了。这个人是谁呀？怎么穿了一个高中校服就来了？当初当着海城所有名流的面，我被警察铐走，如今又当着这群名流的面，大张旗鼓地庆祝我这个劳改犯回家，将我所有的不堪昭告天下，一丝体面都不给留。我不是叫你回去换衣服，怎么又穿这身衣服？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场合？出了狱你就眼睛不是眼睛，鼻子不是鼻子的，回了家又想在大庭广众之下卖伞博同情，摆出这副我们林家亏欠你的嘴脸，整得好像是我林家亏待了你。林浅，你的手段还是一如既往的下作呀，真是无可救药。走，跟我回去，把衣服换了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你还敢躲？我没礼服。没有礼服你不会去买吗？我没钱。你在林家3年，每个月财务会给你打50万，3年下来就是1800万，这些钱都不够你买像样的礼服跟衣服是吗？你穿这身地摊货，就好像我林家亏待了你一样。你闹也闹了，我们该给你的补偿也给了，差不多得了。再闹我就矫情了。别说50万了，我连50块都没有收到。林大少要冤枉我，也要找个像样的理由。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？这是你逼我的，别怪我不给你留情面。喂，给我查一下，财务每个月往林浅账户上打多少钱？林浅，大小姐吗？是。少爷，如果是林浅小姐的话，就不用查了。什么意思？是这样的，财务从来没有给林浅小姐的银行卡里打过钱。你说什么？
我不是交代过的吗？少爷，您不知道吗？夫人说林小姐是从孤儿院那种地方出来的，眼界浅薄，身边都是些不三不四的朋友。突然给她50万零用钱，怕她学坏，所以把零用钱都免了。对了，夫人把婉儿小姐每个月50万的零用钱提到了100万，说是林浅小姐回来了，怕婉儿小姐会伤心，作为补偿。少爷，这件事您知道吧？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哪家豪门千金每个月连1毛零用钱都没有的。就算财务部给你打钱，爸妈也会给你零花钱的，对吧？林夫人和林先生从来没有给我打过1分零用钱。林少爷不妨问清楚，我说的话不信，你爸妈说的话你总该信了吧？爸妈，你们一定给过林浅零花钱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嗨，我以为你们给他了，所以我就……我也以为你们会给。哎呀，浅浅，你要是没有钱了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你要是早点告诉妈妈，妈妈不会不给你钱的。就是啊，浅浅，都是妈妈不好，妈妈没有早点察觉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要相信妈妈，对你和对婉儿，那都是一视同仁的。我今天才知道，我的亲生母亲禁止财务给我打钱，这还不算，还将林婉儿的零用钱提到了100万，就这么怕委屈了你的宝贝养女？不是的，我真的……你长了一张嘴，你不会说吗？我们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，谁知道你心里想什么？你要是早点说的话，我们偌大的林家会差你这点零花钱吗？我说了，只是你们没当回事儿。爸，妈，能不能给我5000块钱交学费啊？钱！你回林家就知道要钱是？难道林家没有钱吃就不回来？我真不知道爸妈把你接回来干什么。你没事就都回房间看看书，你看看婉儿，这次考试考了全校第10名，你考第几名啊？我考了第1名。倒数第1你也好意思说啊？哥哥，我这次考了第10名，有没有什么奖励啊？婉儿想什么奖励啊？我看上了一个价值10万的包包，哥哥给我买好不好啊？好，只要婉儿喜欢，别说10万了，就算100万，哥哥都给你买。你还杵在这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回去学习？唉，这个浅浅呀，要是有婉儿1半的懂事就好了。林大少可是想起来了，还不是因为你学习成绩太差了，每次都考倒数第1，你好意思要钱，我都不好意思奖励给你。怎么说你2句，你还不服气了是吗？高中3年，我的成绩年年第1，怎么到林大少嘴里却变成了倒数第1？也对，林大少连我在哪个学校上学都不知道，不知道我的成绩也情有可原。你不是在盛辉高中上学吗？爸妈，浅浅回来的时候没有把她学籍迁回来吗？浅浅，你高中3年到底在哪？海城1中。海城1中，那可是整个海城录取分数线最高的高中啊！最厉害的学霸都在那里，不像盛辉贵族高中，有钱就能进去。海城1中就不一样，人家只认分数不认钱。在这么好的高中蝉联第1，未来清北不是随便上吗？不可能，你撒谎！海城1中在郊区，距离我们家30多公里。你那个时候每天骑个破自行车。我从来不跟林婉儿一起上学，那是因为我跟她根本就不在一个学校。我从来不跟你们一起用早餐，那是因为海城1中每天凌晨6点就要上早自习，我每天凌晨4点就要骑行2个小时到学校。我中午放学从来不回家，那是因为我中午放学的时间根本就不够我从学校骑到家。我没有钱吃饭，每天只能硬撑着喝热水撑到晚上，晚上回到家却只能吃剩饭剩菜，还被你们说我是天生贱命，吃剩饭都狼吞虎咽，像饿死鬼投胎。浅浅，对不起，妈妈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多苦，都是妈妈不好。你没什么对不起我的，我自小不在你身边养大，对我没有感情我能理解，毕竟这些我早就习惯了，就算再苦，我也一点都不会觉得苦，对吧，林夫人？浅浅，宋妈妈求你，你比婉儿坚强，比婉儿能吃苦，
都能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。你去了监狱，一定也能习惯的。你就替婉儿顶罪吧，好不好？够了！你知不知道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林少爷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当初林婉儿把顾依林推下的那个楼梯是有监控的，可这个看似可怜的母亲，竟然第一时间把能够证明她亲生女儿是清白的监控录像给删掉，让她的亲生女儿在法庭上百口莫辩。什么？够了！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、胡说八道！我们忽略你是我们的疏忽，难道你自己有一点责任都没有吗？你羡慕婉儿比你过得好，你就用自己的手段欺负她，用这种方式过来报复你。你内心阴暗，不招人喜欢，你从不思考你自己，反倒过来指责我们来了。别说，别这么说你妹妹。妈，你还护着她？她就是仗着我们对她的亏欠，才如此的无法无天。我们把她送进监狱，坐了5年牢，她心存怨恨，这才在宾客面前闹得无可开交。行了行了，都少说几句。浅浅，你回来为什么不提前告诉爸爸和妈妈呢？你让我给你妈妈好为你准备礼服呀。你们不知道我今天出狱？当然不知道，要是爸爸知道，早就派司机接你去了。那你是怎么回来的？可是我是坐林大少爷的车回来的，是他跟我说的。你们给我办了接风宴。接风宴？今天不是林家林大小姐林婉儿的生日宴吗？是呀，我收到的邀请函上也是写的林家大小姐林婉儿的生日宴，什么时候成她出狱的接风宴了？让我们给一个劳改犯接风，没搞错吧？一次又一次的失望，我到底在期待什么？浅浅，别走，妈舍不得你。婉儿，疼了没有？爸妈，哥哥，我好痛。到底是哪儿疼啊？是不是林姐她把你撞倒了？你走路不长眼睛的吗？林大少还真是张嘴就来，明明是他故意撞的我，怎么就不分青红皂白的冤枉我？冤枉我成习惯了，不需要任何成本是吗？你在场10几双眼睛都看着，是我不长眼，还是林大少你不长眼？林少，确实是林婉儿撞的他，我们都看到了。就算婉儿撞到你，那也是不小心的。你难道不会躲？你分明就是故意的。我躲？我有必要把自己摔成这样，弄得满身伤痕，就是为了得到林大少的一句侮辱？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浅浅，疼不疼？姐姐，对不起，我只是因为哥哥送我的高定礼服，不知道为什么被损坏了，所以才情急之下不小心撞了你。你的意思是你哥哥担心我，你就冤枉我，对吗？不是的，姐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怎么能这样想我呢？浅浅，你误会婉儿了，婉儿素来懂事，不是你说的那样。今天是婉儿生日，你给婉儿道个歉，说句生日快乐，这个事儿就过去了。对呀，这种事情又不是第一次发生，是不是我冤枉的？林夫人，你还不清楚？我等等，你还欠我们一个解释。我解释什么？哦，林大少不会是想让我承认，是我损坏了你妹妹的礼服？在这期间，只有你上过我的车，也只有你接受过礼服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是想让我在生日宴上出丑吗？浅浅，妈知道你心里有怨，所以才会这么做。今天这个事儿就算了，但是你以后可不能再……林大少车上有行车记录仪，是不是我损坏的？查一下不就知道了。为了证明我的清白，我要求林大少当众拿出手机，打开监控查看。姐姐，查监控就不用了吧？宾客都在，浅浅，别闹了。哎，够了够了，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。浅浅，
你先把伤口处理干净。你们是怕查了监控，就没有人替他背黑锅了吧？我都敢查监控，你们有什么不敢的？你们不说，我来说。林大少拿到礼服的时候，礼服是完好无损的，行车记录仪会证明我没有碰过礼服。礼服怎么到林婉儿手里，反倒损坏了？到底是谁弄坏的？就不言而喻了吧。所以你们不敢查监控，一旦查了监控，我就不能替某人背黑锅了。我说的对吗？浅浅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妈妈解释。你和婉儿都是妈妈的女儿，这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我怎么舍得呀？够了，这话放在5年前，我可能会心软得一塌糊涂。但坐了5年牢的我，再听到这种话，唯有恶心。我已经不是林家人了，我林浅自愿放弃林家大小姐的身份，行了吧？我不陪你们玩了，这场亲情的游戏结束了。浅浅，刚才那一切我都看到了，我相信不是你做的。陆大律师，不必这么公正，我不配。大小姐，你真的回来了。整个林家，只有吴妈真的对我好。我回来了，不过我很快就要离开了。你要走，我不拦着。不过，你这伤口，我帮你处理一下吧。没关系的，这都是小伤，我早就习惯了。你还没吃饭吧？我去给你煮碗面，你吃完了再走。不了，我要早点离开这里，也好早日找个落脚的地方。他从未多看过那件礼服一眼，更别说碰了。难道我真的误会他了？哥，这个送给你。不开心的时候呢，你看看它，你就会开心啦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？大小姐，你身上没钱，拿着。遇到困难了，记得给我打电话。吴妈，我不能呀。拿着，拿着。拿着。浅浅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大少爷，宴会还没结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浅浅，你给我站着！你聋了？我叫你站住，你听不到是吧？放开我！你有完没完？今天婉儿过生日，你在宴会厅没闹够，回来还要离家出走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走，跟我回去。我回去干什么？大少爷，你轻点，大小姐还受着伤呢。听话，你一个女孩子这么晚了出去不安全，知不知道外面多危险？放开我！你给我放开！大小姐，我就算是死在外面，也不要再回林家。大小姐，装，这么喜欢装？大小姐。
诉你，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是有人可以让我们关照你。我错了，饶了我吧，我错了，饶了我吧。大小姐，我好疼。大小姐，你怎么了吗？妈，我疼。别演了，装柔弱给谁看呢？大小姐，大少爷，你看，大小姐，怎么会这样？明明路一直还是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……林姐，姑妈，姐姐卧室在哪儿？啊，大少爷这边，慢点，小心。大少爷，你慢点。浅浅住在这儿。姑妈，你是怎么做事的？浅浅是我亲妹妹，你怎么让她住这里啊？大少爷，当初不是你让大小姐住这儿的吗？你忘了？我什么时候？哥哥，我想住那个房间，这样我就可以离你近一点了。这个不行，我要改成书房。那我可以住这一间吗？这间要给婉儿做成画室，你也不能住。那我可以住楼顶的小阁楼里吗？你是我林家大小姐，住阁楼的话成何体统啊？传出去让别人笑话我们林家。姑妈，哎，我们林家还有没有什么空的房间？就剩下一间杂物间了。行，那就把杂物间收拾出来，先让她暂时住着。好。大少爷，储物间潮湿，要不让大小姐住我那儿吧？不用，给景轩打电话，让他来我卧室。哎，陆大夫啊，你赶快来一趟吧，大小姐生病了。我说林大少，你是有多没空？婉儿病了，你不乖乖让她躺在自己房间休息，非要把她折腾到你的房间，这怎么是她？我不给劳改犯看病。锦绣，她是我亲妹妹，不是什么劳改犯。她是你妹妹，那婉儿呢？那婉儿呢？她只是和你有血缘关系，婉儿才是和你一起长大的亲人。好好的顾家大小姐被她害成了植物人，她只坐了短短5年牢而已，出来后依旧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。可谁给顾依林一次醒过来的机会？顾依林的一辈子都被她毁了。她毕竟是我亲妹妹，那我管不着。像她这种心思歹毒的女人，就算给她治好，她也只会祸害别人。锦绣，你就帮她检查一下吧，尤其是右腿。检查可以，别指望我治疗她。真不知道你为什么对她这么费心。她这种人就应该自作自。她的腿之前就这样吗？怎么可能？在家3年的腿一直是好好的。那应该是监狱里落下的。严叔，出来一下。你知道人骨的硬度吗？人骨的硬度是相当高的，尤其是腿部的胫骨和腓骨。想要造成粉碎性骨折，这通常涉及到高能量的冲击，如严重的交通事故或高处坠落。可林浅身在监狱，所以交通事故和高处坠落几乎不太可能。他的腿上看起来更像是被钝器击打所致。钝器击打？根据伤口的情况来看，他受伤之后并没有得到专业的治疗，腿骨没有接上，便随着时间愈合，所以才会导致他腿部严重扭曲变形。这过程中的痛苦，常人难以理解。他能撑到现在，简直是个奇迹。在监狱里，他们怎么敢呢？锦绣，浅浅的腿还能治好吗？他的腿伤至少3年了，现在治疗太晚了。
秦秘书，给我查一查浅浅5年前在监狱里都经历了什么，要事无巨细。大少爷，生日宴会马上开始了，您赶紧过去吧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。林说：“你又没有错，他把叶林害成那样，那是他自作自受。为什么要惩罚自己啊？你真是疯！”喂，总裁，你让我查的事情我都查到了。说吧。总裁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。说吧。林倩小姐自从进监狱以后，几乎每天都在挨打，包括但不限于扇耳光、强迫她喝马桶水、不让她睡觉、逼迫她下跪受胯下之辱。她不听话还用针扎她。林倩小姐被打得最严重的一次，是那些犯人打折了6根成人手臂粗的木棍，直接把她的腿打断，进了医院。总裁，我还查到了，是有人特意让那些犯人关照林小姐，而且那些打人的犯人全部减刑了。1年以前。林浅小姐又进过一次医院，但是那次为什么进医院，我没有查到，应该也是被打得挺严重的。因为自从那次出院以后，监狱那边给她安排了一个单人间，林浅小姐就再也没有被打过了。背后是谁啊？是顾北辰，顾总。总裁，取消与顾氏的一切合作，并且阻击顾氏的全部产业。总裁，这么做。我们林氏集团的产业也会受影响。按我说的去做，并且只要在监狱里伤害过浅浅的人，全都不能完好无损的出来。是。我错了，不要打我！我错了，不要打我！什么？大半夜的，大吵大闹什么呀？叶叔这个混蛋，居然终止了和顾氏的合作，害得顾氏一夜之间蒸发了10个亿。这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呀？北辰都亲自打电话质问我了。不行，我现在就去找这个混账小子。换身衣服。不，滚起来！你为什么擅自解除？这浅，你怎么睡到你哥哥床上了？林彦书，我怎么会在他的房间？你哥呢？麻烦让一让，我要出去。我是你爸，你跟长辈说话就是这种态度吗？这是一点教养都没有。是谁把你惯成臭毛病？我看你就是……凶他干什么呀？有话好好说。那你问问他，自己不睡到自己卧室里头，大半夜的睡到他哥房间做什么？20几岁了，又不是小孩子，你第一天回来就整这个幺蛾子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是你亲哥，也不能大半夜的跑到你哥哥床上。还说我凶他，我凶他那是为咱好，我怎么不凶婉儿呢？婉儿就做不出这种龌龊的事情。我看他呀，就是怀着什么心思，没准儿。说完吗？说完了，我要出去。混账东西！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？你说，你为什么要终止和顾氏的合作？你知不知道，顾氏是我们非常好的合作伙伴。况且北辰和婉儿还有婚约，你这么做有没有考虑到公司？有没有考虑到婉儿的感受？他顾北辰让人欺负浅浅的时候，他怎么没考虑这些？这什么话？顾北辰，他唆使监狱里的犯人殴打浅浅，扇耳光，逼他下跪，扇他巴掌，喝马桶水，还给他扎针。什么？你
知道他的腿为什么是瘸的吗？是被人打断的。不可能！秦秘书查的，你们看看里面都是什么？不管怎样，叶叔，你的做法太冲动了。难道我要眼睁睁看着我的亲妹妹被人侮辱，无动于衷吗？你这是伤敌1000，自损800。你知不知道？就因为你这么一个决定，我们林氏损失了10个亿呀！本山也说了，他可以重新考虑和我们林氏合作。不过呢，他有一个唯一的要求，就是让浅浅明天亲自到医院给他妹妹磕头赔罪。姐姐，这么晚了还在哥哥书房门前干什么？姐姐，你为什么要用这么幽怨的眼神看着我？我好害怕。你用这玩意干什么？你磕到了，疼不疼？不疼。刚刚我们说的话，你都听到了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别起来。哥，你怎么了？又胃疼了？都怪我，我要是能替哥哥承受就好了。芊芊，我胃疼。芊芊，我胃疼。林大少如果胃疼的话，应该去找医生，找我做什么？胃疼还不赶快给你哥哥拿药！姐姐，我知道你坐了5年牢，心里有怨恨，但你也不能看着哥哥痛苦啊。原来我做的事情，你们不是没看到，而是选择视而不见。我早就说过了，我跟林家没有任何关系，以后林家是死是活，与我无关。那你还回来干什么？你一个坐了5年牢的劳改犯，就是我们林家的污点，谁允许你回来了？我告诉你，你大可以立刻从这离开，没人会阻拦你。这么多年你不在，我们全家过得很好，你一回来就给我们摆脸色，我们欠你呀！我和你妈生了你，就冲着这一点，我们这辈子不欠你的。好，好，你走，走了以后就再别回来。师傅，去海城火车站。姑娘，太远了，600你能接受吗？600买我的自由，不贵。走吧。一切终于结束了。旅客朋友们，你们好！由海城开往江城的快幺805号列车即将进站，有乘坐快幺805号列车的旅客，请您整理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，到 A3、A4 检票口有序检票上车。你要去哪儿？放开我！我不认识他，他是人贩子！救命！他是人贩子！她是我妹，跟家里闹了矛盾，要离家出走，不关你们的事啊！我不认识他，他不是我哥，他是人贩子！救我！妈，救我！干什么？你不能带他走！这是我家里的事，别多管闲事。什么家务事？我只知道我女儿喊救命。看你长得人模狗样的，没想到还是个人贩子。人贩子就该打，打他，打他！姑娘，不哭，不想跟哥哥走，咱就不走。你知道，他不是人贩子。你看他穿的那些衣服，价值都6位数字。他戴的那个表，是劳力士，价值100万。没有哪个人贩子会他这种打扮的。那你为什么？傻孩子，你看你瘦的皮包骨头的，肯定是受了不少虐待。阿姨相信你，如果不是受了天大的委屈，也不可能跑出来的。逃吧，逃得远远的，永远不要被伤害你的人抓到。我终于要
要自由了。只差一步。燕叔，你这个妹妹可真不让人省心啊！蛇都醒了，想跳车，车门已经锁了，别白费力气。燕叔，你是不是觉得你能操控我的人生特厉害啊？有本事你就天天看着，能逃第1次，就能逃第2次。你敢？我就剩烂命一条，有什么不敢的？这个眼神是厌恶。好啊，你若再敢逃，我就开除吴妈。开除个佣人，管我什么事？我不仅要开除吴妈，还要把她在学校上学的女儿一起开除。我听说她女儿学习很好，年年拿奖学金。这我要是把她开除的话，兔子急了果然会咬人。燕叔，疼不疼啊？林浅，这是你最后一次忤逆我，下次再敢这样的话，我保证吴妈跟她的女儿下场比你想象的更惨。浅浅，哎呀，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呀？你爸那说的都是气话，怎么还当真了呀？下次可不能这样了啊！你都不知道妈妈有多担心你。对呀，姐姐，你昨天真是吓死我们了。林浅，站住！妈和婉儿关心你感受不到是吗？林夫人和林大小姐是洗澡的时候关心我呢，还是睡觉的时候关心我？对了，倩倩，一会儿让司机送你去海城第一人民医院。只要让北辰感受到你的诚意，我相信他一定不会为难你，而且还继续会和我们林氏合作。怎么了？哑巴了？先吃饭，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。吃什么？我有饭吗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少爷，家里的饭一直都是做4人份的，所以……不是，你是眼瞎看不见我妹妹回来，还是你故意不给她做？少爷，你被开除了。吴妈，先生，再做一份。哎，姐姐，你先吃我的吧。倩倩，你看妹妹她对你多好呀，你还不谢谢她？我谢她什么？谢她抢走了我的人生，还是谢谢她各种挑拨离间、栽赃陷害我？我只不过是吃了她一顿早饭，你们就让我谢谢她？我在这个家3年，没有吃过一顿早餐、午餐，每天晚上回来只能吃剩饭剩菜，还要被你们各种言语羞辱，难道不应该你们先对我道歉吗？倩倩，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你为什么就是揪着不放啊？伤害都在我身上，你一句过去了，凭什么？凭我是你爸，就得听话。我知道你对这个家心存怨恨，你大可以立即滚蛋。这个家里没有你为所欲为的份儿。这个家是我愿意待的吗？你无非就是想利用我，恢复和顾氏合作，说的好像是我死皮赖脸想要在这里待似的。怎么？你们是什么很清高的人吗？我就活该被你们贬得一文不值。住口！林浅，你疯了！你们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要被你们这么对待？哎呀，浅浅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？非得搞成这个样子！你这个不孝女，还敢在这撒野！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简直就是我们林家的耻辱！姐姐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你不要生我的气了，好不好？倩倩，倩倩，刚才才好端端的，这怎么成这样了？真以为我不知道，别的本事没有，装模作样他最擅长。爸妈，倩倩都昏迷成这样了，你们还这么说话，我真怀疑她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。大小姐，你醒了？是不是我弄疼你了？姑妈，我没事儿，我就是饿了。你想吃什么？
清汤面。哎，我妈去给你做啊，等着。夫人，你先下去吧。浅浅，妈妈亲手给你做的清汤面，你快尝尝。你确定这是你做的？是啊，这连婉儿都没有吃过妈妈亲手做的面，你是第一个。这碗清汤面我吃了3年，又怎么会不清楚是谁做的？快尝尝。有话直说，没必要兜圈子。倩倩，你要怎么才能原谅妈妈呀？还兜圈子？你辛辛苦苦打感情牌，不就是为了让我去求顾北辰继续和林氏合作？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可是出去。这短短5年，你怎么变得这么不可理喻？你在外面逍遥快活，我在监狱里挨打挨骂。这5年本该是由林婉儿来承受，而你却删掉监控，让我去坐牢。如果这就是你所谓的真心，那我求你了，还是别真心对我了，我受不起。你不可理喻，我就是不可理喻。你以后还是别理我。怎么样了？这孩子太聪明了，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心思，我实在是劝不动了。要不软的不行，咱就来硬的。我妈今天怎么没来？听说她女儿好像出事了，学校打算开除她女儿了。什么？倩倩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啊？是不是你找人做的？我做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吴妈的女儿被学校开除，是不是你指使人做的？我警告你，不许动吴妈一家，不然怎样？不然我跟你同归于尽。我是你大哥，你就这个态度啊？大少爷，您帮帮我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眼看着她就大学毕业了，这个时候若是被开除，她的人生就毁了。帮他可以，你知道怎么做吧？我去跟顾北辰道歉。放心吧，你女儿会没事的。不要以为你坐了5年牢，你的罪就赎完了。要不是你把顾依林推下楼，一切也不会如此。你去给她道个歉，难道不应该吗？走，去医院，我送你。不用，我自己会打车。我开车快。看着你，我犯恶心。林浅，你别太过分啊！顾依林，我是林浅。听说人在是植物人的状态下，也有一定的意识，你能听得见吗？你知道吗？他们所有的人都说是我害了你，可明明我是无辜的啊！这一点你最清楚。你昏迷了5年，我就在牢里待了5年。在牢里的这些日子，我真的很痛苦。他们每天拿银针扎我，用棍棒打我，甚至还挖走了我1颗肾。你哥为了替你报仇，特意关照我的，可明明伤害你的人是林婉儿，她不是我。顾依林，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。我先走了，下次再来看你。就想这么走了？你很怕我？顾总，我已经跟顾小姐道歉了。
我可以走了吗？道歉！你父亲可是答应过我，让你给我妹妹磕头，磕到我满意为止。怎么，不愿意？还是说你觉得这5年的牢狱之灾足以补偿钱依林呢？我有罪，我向顾依林小姐磕头认错，求顾总原谅我。尊严算什么？为了活着，我早就丢掉尊严了。求顾总原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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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顾总原谅。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不行，不要打我！林浅，你当初的骄傲呢？北辰啊，你这次物理竞赛最大的竞争对手是高一的新生林浅。老师，就一个高一的小屁孩罢了，我肯定不会输给他的。每一次竞赛都是你第一，我第二。林浅，我心服口服。不过，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吗？因为只有第1名才有钱拿，我只是为了钱。我的梦想呢，是当一名教师，教导莘莘学子。只要看他们成才，我便实现了自我价值。你这么有天赋，不搞科研真是太可惜了。你呢？我要回去继承家业呗。你这么有天赋，不搞科研也真是太可惜了。你怎么就变成了现在这副令人讨厌的样子？妈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我是不会娶林家千金的。是他，原来他就是林家千金。妈，我撤回，我同意娶林家千金。顾总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顾总。滚！我说滚，听不见？我滚，我马上就滚，我滚。琳琳，我就这么轻易的放过了他，你会不会生哥哥的气？大小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这头怎么了？我没事儿，慢慢怎么样了？幸亏大少爷帮忙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大小姐，其实大少爷的为人还是很不错的，你们只要解开误会，他还是个好哥哥。慢慢没事就好。还知道回来呀？我还以为你又离家出走了呢。燕叔，怎么和你妹妹说话呢？倩倩，别和你哥哥一般见识，快过来吃饭。不用了，你们吃吧。这不吃晚饭怎么行呢？对胃不好，多少过来吃一点嘛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是不太习惯吃剩饭。不是的，姐姐，昨天我们等了你好久，但是看你在外面，以为你吃过了，所以我们才开饭的。是呀是呀，多少吃一点嘛。你看今天做的都是你最爱吃的。爸妈婉儿都很关心你，你这么晚回来，我们没有怪你就算了，你还这么不识好歹，赶紧滚过来坐下，不想再看到你这副嘴脸。桌子上一共有4道菜，基本上都空盘了。你们是想让我舔盘子吗？还有，我问你，你说都是我爱吃的，我爱吃什么？回答不出来啊？那我告诉你，我天生命苦，我从来不挑食，可我不吃我过敏的食物。不巧的是，这桌子上一共4道菜，3道我都过敏。不是说你爸妈关心我吗？这就是你口中的关心。
用使我过敏的食物敷衍我，这种关心给你，你要不要？你个逆女，越来越放肆了！我给你妈生了你，反倒成了你的仇人。如果你们生我是为了让我来吃苦的，那我宁可你们没有生过我。浅浅，爸爸跟妈妈生你是因为爱你，你一定要相信我们啊！爱我？从我进门到现在也有10分钟了吧？这10分钟里，你们有一个人问过我头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是看不到呢，还是装看不到啊？林夫人，我都被你弄残废了，你还说爱我，你好意思吗？口口声声说爱我，你们的爱到底在哪里？浅浅，你的头……姐姐，你怎么受伤了？怪不得一进来你就阴阳怪气的，故意弄点伤过来让我同情你是吧？收起你的小心机，这样只会让我更厌烦你。浅浅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哎呀，你这孩子怎么能用受伤来糊弄我们呢？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！随便你们怎么想。你给我站住！妈，姐姐刚刚的眼神好可怕。浅浅这几年确实变了很多，跟婉儿比，她差远了。要是早知道生出这个孽障，当初就不该生她。哎呀，你少说2句吧。我妈做这个馄饨啊，确实不错。可以，晚上尝一尝。姐姐，这是吴妈特意做的馄饨，你快尝尝好不好吃？强强，吃完早饭就把纱布摘了。你又没受伤，绑着纱布干什么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我林家受委屈了。我吃完了，你们慢慢吃。林浅，你一大早摆臭脸给谁看啊？我倒要看看你是装的还是演的，还上瘾。真受伤了。浅浅，你这额头怎么弄的呀？姐姐，你没事吧？这下你们满意了吧？一点小伤又死不了人，有什么大惊小怪？哎，干什么？你又要摔东西吗？放下！哎，浅浅，你冷静一点，你误会你爸了。你爸是说你头上的伤不是很严重，他是在关心你。关心我，好一个关心我，真是谢谢你。爸妈，我去公司了。顾北辰，浅浅的头是不是你打伤的？你打电话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个？我警告你，不管浅浅曾经做过什么，她都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，而且她是我林家的大小姐，不是你说打伤就……喂！吴妈，倩倩怎么样了？伤口处理了吗？大少爷，您放心吧，我已经帮大小姐处理过了。吴妈，你去把我卧室收拾出来，给倩倩住，杂物间就不要再住了。哎，好嘞，大少爷，我这就去收拾。大小姐这些年确实受苦了，也应该换个好点的地方住。我给她个台阶下，她一定会跟我和好如初，至少会给我送顿饭，缓和关系。总裁，下班了，你还不去吃饭吗？哥，工作一天辛苦了吧？我做的都是你爱吃的，赶紧趁热吃了吧。我妹妹会给我送的。啊，好好好。喂，吴妈，浅浅从家里出来多久了？大小姐一直在家，没有出去呀。什么？什么？
大少爷，您找大小姐有事儿，用不用我去叫她？不用了。浅浅一直也没说过给我送饭，是我在做的多情了。总裁，大小姐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呀？哎，饭盒呢？闭嘴！总裁，东郊那块地皮即将开始拍卖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婉儿和顾北辰即将订婚，到时两家会合力开发这块地皮。不就是坐了5年牢吗？至于一天天的给我甩脸吗？谁叫你当时非得推顾依林下楼？坐牢不都是你自找的吗？倒杯酒。他妈谁呀？敢抢老子！顾北辰，你派人把我妹妹打得头破血流的，你他妈还算是个男人吗？你想发疯，回家去，别在我的店里发疯。你这个混蛋，你把我妹妹打成那样，你还有理了是吧？林燕叔，你给我听好了。首先呢，我并没有动手打她；其次，就算是我打她，那也是她活该，这是她欠琳琳的。放屁！她已经被法律判了入监狱5年，她欠你妹的早就还清了。还清？她只不过是坐了5年牢而已，还能够活蹦乱跳的出来，而我妹妹现在只能躺在床上做植物人。你告诉我，这叫还清吗？你闭嘴！她在监狱里被辱骂、被扎针、被逼着让人下跪，甚至被人打断了1条腿。告诉我，怎么能还不清？那是她活该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敢说那些人不是你派去的？我什么时候派人走了？现在我妹妹被人打断了1条腿，你满意了是吧？难怪她昨天一瘸一拐，我还以为那也是她咎由自取。她受的这点苦，跟我妹妹的遭遇怎么能相比？我妹妹本来有大好的人生，都被她给毁了。他妈的！林彦书，你可别忘了，当初她还试图栽赃嫁祸给林婉儿，是你亲自把她给送进去的。现在你在这关心她，她心里肯定早就恨透你了。倒杯酒。浅浅，你明明那么优秀，明明有大好的前程，为什么非得推琳琳下楼？可恶，为什么？你把婉儿推下楼梯，你想让婉儿也成为植物人吗？5年前你就心思歹毒的残害顾依林，啊，坐了5年牢，你还是死性不改，居然又故伎重演，简直丧心病狂！你现在赶快给我跪下，快给婉儿磕头道歉！别人不清楚，林先生你还不清楚。林婉儿把顾依林推下楼的时候，你就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。怎么，谎话说多了，自己都当真了？住口！说中痛处了。5年前，林婉儿把顾依林推下楼的时候，就栽赃陷害给我。5年后，她又自导自演，自己摔下楼，还要栽赃陷害给我。你明知道她的恶毒，却还要陷害我。你不是瞎，你只是视而不见。有时候我真的怀疑，我到底是你的亲生女儿，还是你的仇人啊？你为了一个养女，就这么迫害我吗？哦，林婉儿，该不会是你和你小三生的孩子吧？要不然你怎么这么喜欢她啊？你胡说八道！明白了，我都明白了。好你个不孝女！我今天要不好好教训教训你，我就不是一老子！我今天要不好好教训教训你，我就不是一老子！跪下！让你胡说八道，让你目无尊长，我还让你伤害婉儿。老林，妈，我好痛。婉儿不疼，妈在呢，妈在呢。
你别打了，大小姐还受着伤呢，你再打下去会把大小姐打坏的。你给我滚！我教训我女儿，跟你这个佣人有什么关系？大小姐，别怕，我妈，没事，大小姐，我没事。谁都别拦着我啊！我今天好教训教训他，给我滚开！林志远，再敢碰吴妈，我要你命！好呀你居然敢威胁老子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大小姐，不要！林浅，你那刀干什么？快把他刀放下！你是不是疯了？对，我疯了，我被你们逼疯了！大小姐，这是犯罪！我都不想活了，我还怕犯罪呢。把刀放下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？好好说，好好说。当初我想好好说的时候，你们不听；现在我不想好好说了，你们又来道德绑架我。我是活该被你们一家子人欺负是吗？是不是？不是的，浅浅，你听妈妈解释，你有什么苦，你可以和妈妈说，妈妈一定会用心听的。够了，林夫人，我现在不想听了。但看在你生我一场的份上，我今天不对你动手。但林志远、林婉儿今天必须死，等我杀了你，我就去自首。浅浅，杀人是要偿命的，你还这么年轻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算妈妈求你，你把刀放下好不好？后悔？我最后悔的就是回到这个家里，你们心里只有林婉儿这个外人，根本就没有我的位置。你们口口声声说我是孽障，是罪犯，可真正犯下罪行的人是谁？是他，林婉儿。5年前他把我送进监狱，你们却视而不见，还充当了共犯的角色，将所有的罪名都安在了我的身上。现在我出来了，你们还要继续折磨我。明明犯错的不是我，为什么错全都是我的？不是的，那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你说啊，说不出来是吧？那就一起毁灭吧，林婉儿，我今天就要送你下地狱！大小姐，快跑，去找你哥哥！林夫人，放开我！不是林夫人，是你母亲。不，你不是。我是我生了你。浅浅，你听妈妈的话，咱们不闹了，好不好？生了我，就仗着这个来裹挟我，那我就把你生我的恩情还给你。还？怎么还？生而不养，断指可还；生而养之，断头可还。非生而养，永世难报。云夫人对我的生恩，也就值一根手指。哥哥救我！林浅他疯了，他要杀我！杀你？大小姐，林浅，你干什么？哥哥，林浅他疯了，我好害怕。松开！哥哥竟然为了林浅把我推开。浅浅，你是疯了吧？怎么对自己下这么狠的手？云夫人，你对我的生恩我还完了，以后我们两不相欠。不是的。但林志远和林婉儿迫害我的这笔账，我一定要讨回来。给我去死吧，都得死！浅浅，爸爸知道错了，爸爸保证以后再也不打你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自己快死了。林志远，我被你打得体无完肤，我也活不了了，你也给我去死吧！林叔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还不把这个疯子制服了？浅浅，你冷静一点，相信哥哥，
哥哥会给你主持公道的。你闹够了没有？自从你回来，这个家就没有安宁过。我们全家人每天还要看着你的眼色过活。你闹也闹了，还要怎么样？你不是想死吗？想死你自己去死，不要拉着我们。我们没欠你什么。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少爷，赶快把大小姐送到医院吧。送什么医院？把他丢在外面，死生俱灭好了。像这种不知道感恩的家伙，死了也活该。林志远，你这个混蛋！你怎么也疯了？要不是你一直要打钱钱，他怎么会变成那样？我打他的时候，你不是也没拦着吗？哎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姑妈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浅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是先生打的。我爸为什么打他？马二小姐说大小姐把她推到楼下，先生很生气，就用皮带抽她。推下楼？大少爷，你别管我多嘴，我觉得大小姐不可能干那种事儿。说句不好听的，大小姐明知道先生和夫人在家，她是找抽烟还是皮痒了，非要伤害马二小姐。马二小姐一点都没受伤，你再看大小姐被先生打得满身青紫，我看着都心疼。我儿从小到大都是乖巧懂事，他怎么会栽赃林浅？再说了，林浅是有前科的。先生、夫人和您对大小姐似乎有成见，似乎太……姑妈，你多嘴。锦绣，我妹妹怎么样？吴妈，你先把她推到病房去。哎，走。浅浅这次是不是伤得很重？都是些皮外伤，手指也接上了，只是看着有点吓人，其实并不算太严重。那就好。但你这是什么表情？你有什么话直说，别吞吞吐吐的。我在给他处理身上伤口时，发现他后腰的位置有一条巴掌长的旧伤。你什么意思？疤痕的位置……算了，我直说吧。他的左肾被人摘除，看伤疤的情况，应该是1年前。什么？你是不是在骗我？1年前林浅还在监狱，怎么可能左肾丢失？你自己看吧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先去照顾我妹妹吧。你呢？我想知道，到底是谁敢伤害我林彦书的妹妹？其实，在没有定论之前，我还是先自己调查一下吧。谢秘书，你之前给我查的关于1年前林浅去医院的资料，再仔仔细细给我深挖一遍。不管用什么办法，我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他去了哪家医院，跟谁一起去的，还有跟谁有接触，我要知道全部细节。怎么每次见到你都是一身伤？身体是你自己的，你要好好爱惜。你有病吧？我又不是自残，是林志远非要打我，我爱惜自己身体有什么用？他打你，你可以躲啊！你站着不动，可不就被打得一身伤？算了，
我不跟傻子计较。嘿，你说谁是傻子呢？你明明知道我腿伤严重，连走路都吃力，我往哪里躲啊？林叔为人随和，要不是你惹他不高兴，他怎么会打你？你挨打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别什么事都怨其他人。哎呦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这里不舒服，你帮我看看。好，我帮你看看。你打我干什么？这挨打呢，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别什么都怨别人。你这人不识好歹。他怎么样了？他还有力气跟我犟，身体好得很。话说，你爸为什么打他？难道是因为欺负婉儿？别胡说。难道不是？不是。好吧，我不问了。站住！干什么去？我给大小姐送饭。婉儿。送饭？二小姐，这个是给大小姐准备的。吴妈，记住你自己的身份，你只是林家的佣人，又不是林家的主人。可是，大小姐受伤了，这燕窝是给大小姐补身子的。怎么？就她配补身体，我不配是吧？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大小姐身体虚弱，家里只剩下这1碗燕窝了，我想拿去给大小姐补营养。你这意思不还是说我不配吗？我在我自己家吃点燕窝怎么了？还轮得到你一个佣人对我指手画脚？你就是看我不是爸妈的亲生女儿，看不起我。不，二小姐，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。怎么回事？爸妈，婉儿怎么了？怎么还哭上了？是吴妈她欺负我，她说我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，所以不配吃燕窝。你这么说我女儿了？没有，夫人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二小姐不配吃燕窝，我就说这燕窝是给大小姐补营养的。那你的意思是婉儿冤枉你了？我看你是年纪大了，脑糊涂了，分不清主次。婉儿才是我们林家正儿八经的千金大小姐，那个林倩，她就是个劳改犯，她根本就不配吃燕窝这等高档的东西。大小姐，你真是倒8辈子霉，才会投胎到林家。我希望你永远别回来。这就是心疼林浅的下场。你刚刚在笑什么？我没有哥。说，燕叔，你疯了！你吓到你妹妹了。妈，你的眼里现在只有婉儿，浅浅才是你的亲生女儿啊。她昨天晚上被你逼得剁掉1根手指来还你的生恩，你都不心疼吗？我当然心疼。既然心疼的话，那你明知道婉儿不喜欢吃燕窝的情况下，还把燕窝给婉儿，都不拿给浅浅。浅浅现在那么瘦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到底谁更需要补充营养吗？她昨天晚上剁掉的不仅仅只是1根手指而已，而且燕叔，别说了，浅浅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就当可怜可怜她，对她好一点行吗？够了，你越来越没大没小了，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？林倩心思歹毒，不受待见，这是她活该。至于剁手指，又没人逼她，要我看呀，2只手都该剁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当年要不是你睡着的话，浅浅会被人偷吗？她要是不被偷的话，她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，她也不会比婉儿差。你说够了没有？说够了没有？浅浅生下来就被偷，是她活该是吧？难道她从小就喜欢在孤儿院长大是吧？你烦了你！浅浅手断了，腿断了，肾没了，成了一个残废之后，还要被家里人欺凌。我现在彻底能理解浅浅的感受了，她应该很后悔回到这个家。我妈，去给浅浅送饭，买最好的燕窝，最好的物品。谁要是敢跟她抢，
就剁了他的手。哥哥今天怎么回事？怎么总是帮着林浅？好，我这就去。妈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妈，我也要跟你一起去。浅浅对你有误解，你还是待在家里。哥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凶？凶吗？肯定是林浅，肯定是他那个家伙跟你胡说八道什么。他什么也没跟我说。也许你还不知道吧，5年前的那件事之后，我就把楼梯口的监控做了所有备份。你干的那些事情，我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好自为之吧。爸，你看我哥，自从林浅回来以后，他就对我这个态度。放心吧，那个贱种翻不起什么浪花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有办法治他？再过几天，北城傅家的太子爷就要娶亲，咱们就把林浅嫁过去。我相信啊，傅家一定会帮助我们拿下东郊那片地。这可不行，她要是嫁入豪门了，踩在我头上怎么办？哼，哪有那种好事啊！我听说那个太子爷呀，那方面不行，而且心狠手辣，手段极其残忍。他呀，最喜欢调教女人，以满足他变态的嗜好。太好了，我就是要让林浅这个贱人哭爹喊娘，被傅家太子爷折磨的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浅浅，你一定饿了吧？妈妈给你。你不是我妈。不管你承不承认，我是你妈妈这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。生而不养，断指可还，所以不是。浅浅，你就这么恨我吗？到底要我怎么做，你才愿意接纳我？你先把饭吃了，吃了饭，你要怎么和我生气都行。云夫人，我没有生你的气，你的生恩我已经还完了，所以以后我们就是陌生人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没和我生气，那你先吃饭，吃了饭有什么话咱们再说。出去。浅浅，看着你，我吃不下。杨小姐，来吃吧。浅浅面对我的时候冷冰冰的，可是她面对吴妈时居然在笑。为什么我身为母亲还不如一个佣人？夫人，咱们现在回吗？你先回去。夫人，要不咱们还是回吧。大小姐太累了。怎么？我看我自己的女儿，还需要你一个佣人同意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还不走？好，我走。浅浅，坐那边。我知道你来是想跟我说什么。如果你想取得我的原谅，也不是不可以，只要答应我一个要求。如果你能做到，那我便原谅你。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只要你能原谅妈妈，妈妈都会去做的。是吗？你再相信妈妈一次，妈妈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把林婉儿赶出林家，并断绝收养关系，只要你能做到，那我就原谅你。浅浅，婉儿她毕竟来了咱们家这么多年，你突然要赶她走，外面的人该怎么说咱们家呀？再说了，婉儿也没有犯什么大错，你让我没犯大错。当初林夫人删掉监控录像，不就是犯了大错？还有林夫人，你并不在乎名声吧？毕竟5年前在我的升学宴上，警察当着海城所有名流的面将我带走的时候，林夫人，你考虑过名声吗？浅浅，做不到就算了，本来也没指望你能为我做些什么。浅浅，
你别这么说，你再相信妈妈一次。只要能留下婉儿，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会去做的。妈妈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，但是妈妈是爱你的。好，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林婉儿可以继续留在林家，但只要林夫人3拜9叩登上法华寺999级台阶，为我求来慈安大师开光的平安符，我就原谅你，如何？法华寺陡峭险峻，这年轻人登起来都费力，再加上3叩9拜，妈妈这身子骨受不了啊！我又不限你时间，你是爬1个月，爬1个小时，歇3个小时，都没关系。怎么，这也不行？林夫人该不会是怕在海城富太太圈丢脸吧？你能不能再换一个要求啊？林夫人既想取得我的原谅，又一而再再而三的跟我讨价还价。你当我这是菜市场？最后一个要求。好，那我就再信你一次，但这是最后一次。如果林夫人做不到，那往后我们就桥归桥，路归路。你说，林家养了林婉儿23年，在她的身上花费不止1个亿吧？你想要钱？我要的你给不了，你能给我的只有钱。我不要1个亿，我只要1000万。如果你能做到，那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累了，回去吧。我走。我走。之前提那几个要求，对他来说难为情，所以我提1000万，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答应。有了这1000万，我应该可以断掉最后的逆鳞，从容赴死。大小姐，曼曼来看你了。曼曼，你来了。林家人真是太过分了，怎么能把你打成这样子呢？芊芊姐，你离开林家吧，别再和那家子恶魔待在一起了。听曼曼的。真的？真的。曼曼，你在学校学习成绩怎么样？还行，每学期都能拿到奖学金。那你想不想出国深造？想，可是我不敢想。如果啊，你有机会出国深造，而且不用为钱发愁，你愿不愿意去？当然愿意啊，可是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事，也就只能是在心里想想了。我相信你会有机会的。有了1000万，送走吴妈和曼曼，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妈这2天去哪儿了？早出晚归的。哎，知不知道我妈去哪儿了？这我不太清楚，不过夫人拿了好些个包包和首饰。算了，我还是自己去逛街吧。婉儿小姐，您来的可真巧。今天我们店里刚从巴黎空运过来几款限定款的礼服，设计别具一格，材质也是顶级奢华，相信穿在您的身上，您绝对会成为全场的焦点。不错，给我包起来。好，我们这里还有一些搭配礼服的包包和首饰，您要不要来看一下？看看吧。您这边请。这些包怎么跟我妈买的那些这么像？这些包跟首饰哪来的？婉儿小姐，您的眼光真好，这些2手包都是限定款，是一位贵妇人拿来卖的。妈很缺钱吗？妈，你在哪儿？婉儿，你起床了？妈去医院看你姐姐，你有事吗？没事儿，你路上注意安全。婉儿小姐，您喝水。他卖包就是为了给林姐钱。不行，
林家的每一分钱都应该是我的。林浅，你这个贱人，你一分钱也别想拿到！爸，我好气呀！我妈她转卖包包跟首饰，正准备给林浅拿钱。婉儿别急，爸现在就赶过去阻止。浅浅，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？3天没来，这会儿突然出现，想必是钱凑够了。云夫人，我的条件貌似还没有完成。浅浅，妈妈说了，只要是你提的要求，那妈妈拼尽全力也要做到。这里啊是1000万，你拿了钱呢，咱们就冰释前嫌，这过去的事儿啊就不要再提了啊。你休想拿走我们林家1分钱！林志远，你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你说我干什么？你给他钱手，为什么不提前跟我商量商量？哎呀，也没有多少钱呀，就1000万。再说了，咱们本来就亏欠浅浅，这给他钱也是应该的呀。哼，说的轻巧，1000万，他配吗？但凡他有婉儿1分的懂事，这1000万给他也就给了。可他差点拿刀把我砍了，我辛辛苦苦赚的钱，我可不想便宜了这个白眼狼。怎么，你想要啊？想要也不是不可以，只要你肯联姻，稳固我们林氏集团在海城的豪门地位，这1000万我可以作为嫁妆赔给你。你要是不肯的话，你1分钱也拿不到。哎呀，走，出去！走什么走？哎呀，你那么凶干什么呀？你把那1000万给他，他就对以前的事情既往不咎。那以后我们还是一家人，你干嘛非要跟女儿对着干呀？不是我非要跟他对着干，是他根本就没有真心把咱们当做是一家人。我可不想放个定时炸弹在身边，趁早把他掐了。可是什么？你傻呀！咱们东郊的项目没有胜算，如果他肯联姻，给咱们带来财富，那岂不是一举两得？你要是不牺牲他呀，那就得牺牲婉儿。你愿意把婉儿嫁到北城？那肯定不行，我可不愿意让婉儿嫁给那种人。这就对了。一旦涉及到林婉儿，她果然是毫不犹豫地把我牺牲掉。可是我必须要用这笔钱把吴妈和沈曼送走。难道我真要嫁给一个不认识的人吗？副总，东郊那片地我去看过了，非常适合规划商圈发展经济。只要我们拿下这片地，不仅能扩大公司业务，还能顺利在海城站稳脚跟。北城和海城的业务往来也会变得非常顺利。只是，说，看上这块地的不只有我们，海城的一些豪门也计划将其拿下。首当其冲的就是林家和顾家，尤其是林家，有意与您联姻、合作共赢的想法。您看，我自己的婚姻，我自己做主。不好意思啊，借过一下。我找了15年的女孩，终于找到了。你帮我查一下，这些年她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是。浅浅，你去哪儿了？浅浅，我给你削了个苹果。陆大律师是个大忙人，无事必不会来找我，不必浪费时间，说正事吧。浅浅，我听说婉儿是你推下去的。对，是我推的。你去告我，这次想判我几年？5年还是10年？浅浅，你我青梅竹马，我怎么可能那么对你呢？我要不是进去待过5年，我还真信了。如果陆大律师不是为了把我送进监狱，那你可以出去了。如果是为了起诉我，那我随时奉陪。浅浅，我只是想关心你。我不需要。浅浅，
我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能和我冰释前嫌？自从你出狱以来，我一直在找机会来看你，可每次你都对我爱答不理的。你究竟想要什么？你告诉我。我做了5年的冤狱，我还没委屈。陆大律师这个告假状的竟然委屈上了。陆大律师，你是学法律的，难道你不知道清白对于一个人来说有多重要吗？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们总要向前看，不能一直揪着过去不放啊！向前看，向前看，向前看。别笑了。我让你别笑了！你为什么不能像以前一样？你为什么不能乖乖的听话？大小姐，哎，你快松手，松手呀你！松手！你是想害死我们家大小姐吗？一个庸人也敢对我大呼小叫，滚！吴妈，陆晨，你给我滚！我不想再看到你。我滚？你有什么资格让我滚？别忘了，孤儿院15年是谁照顾的你？我救你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让我滚？你疯了！你想拿刀杀我？对，我疯了，我被你逼疯了。当初在孤儿院的时候，我满心信赖你，以为你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可以依靠的人。你说要保护我，要做律师，把所有欺负我的人都送进监狱。可是你是怎么做的？我不计较你违背诺言，不计较你把我送进监狱替林婉儿顶罪。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？我在暗无天日的牢里待了5年，足以抵消你对我15年的照拂了吧？好，我现在还给你，我全部都还给你。够吗？你疯了？现在够了吗？疯了？不够是吧？大小姐，你快停下来，停下来！不是这样的，大小姐，我在牢里的5年，再加上刚刚那几刀，足以抵消你对我的照顾了吧？陆大律师，如果觉得还是不满意的话，你拿起刀刺我，刺到你满意为止。不！大小姐，大小姐！医生，医生，快救救人呀！这是林彦书的房间。姐姐，你终于睡醒了。睡醒和昏迷你是分不清楚吗？怎么到你嘴里搞得像我很贪睡一样？姐姐，对不起，我又说错话了。你还敢犟嘴？20几岁的人了，整天不是吃就睡，我怎么生下你这个没用的女儿？林先生骂够了吗？骂够了，先回去了。等等，还有话跟你说呢。算了，为了1000万，我忍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整天在家里待着也不是办法。我跟你妈商量好了，北城傅家那可是顶级豪门，干脆啊，你嫁过去享福算了。嫁妆呢？少不了你的。林先生，原来你说的和北辰傅家合作是这个意思啊？如果要牺牲林浅，我不答应。浅浅，我跟你爸也很舍不得你，但是女大不中留，你迟早都得嫁人的。趁着现在还年轻，还能选个好人家。等到你年龄再大些呀，那只能挑别人挑剩下的。这北辰傅家呀，那是顶顶好的世家，比咱们林家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顶顶好，
如果真这么好，还轮得到我吗？爸妈，你们要把林浅嫁给京圈那位太子爷，怎么不提前跟我商量啊？不行，我不同意。言说，不许胡说。我没有胡说，那位太子爷不是好相处的，而且他……住口！爸，林浅根本就不认识那位太子爷，我相信林浅是不会同意的。我同意。他怎么会答应？难道他听不出好赖话？你发烧这么严重，还来参加什么竞赛呀？我想拿奖学金。都快烧成傻子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我不想输。你现在可是我的未婚妻，我不允许你这么拼命。林浅，我承认我对你越来越着迷，我发现这就是喜欢。北辰哥哥，你怎么了？北辰哥哥为什么会看林浅？你真就这么迫不及待离开这个家，还是你真的以为嫁进去你就能做富太太，过人上人的生活？你怎么这么物质啊？又是这样，不管不顾就用最肮脏的思想揣测我。我就是要过去当富太太，我就是要过去当富太太，简直不可理喻！北城太子爷恶名在外，以浅浅目前的身体状况，嫁过去只会加速她的死亡。你有命嫁过去，怕是没命享福。我不同意。你爸同意，你妈同意，我也同意，你凭什么不同意？凭我是你哥，我从来没承认过。林浅，你别以为嫁进富家就是什么好事。富家那位太子爷可不是什么好人，他名声在外，风流成性，身边的女人换了一个又一个。你真以为你嫁进去会有好日子过？那又如何？总好过在这个家里被你们当成眼中钉、肉中刺。够了！叶叔，这件事情家里已经定下来了，由不得你胡闹。哎呀，晏叔，你就别跟着添乱了。你妹妹嫁过去，那是她的福气。再说了，咱们林家也能跟着沾光呀。北辰哥哥，你先待一会儿，我去看看爸妈跟哥哥。我还是不跟他坐一起了，免得他再想法子害我。林姐，就这么着急想嫁人吗？关你什么事儿？关我什么事？林浅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。怎么把我妹妹害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你就想一走了之？你有没有问过我会不会同意？你别傻了，傅家可不是你能待的地方。那位傅家的太子爷更不是你能够招惹的。我不能招惹他，难道我能招惹你吗？他这么恨我吗？你觉得我会允许你嫁给别的男人吗？怎么感觉怪怪的？他不是恨不得杀了我吗？怎么好像是在关心我啊？我林浅要嫁给谁，不关你的事。不关我的事。你说的倒是挺轻松。我妹妹只要一日不醒，你的命就一日属于我们顾家。你说关不关我的事？你今天专门跑到这里，就是跟我说这个？你该不会是喜欢我？我才不是喜欢你呢！我过来只不过想告诉你，监狱里的那些人不是我派过去的，而且你第一次被打断腿的时候，是我请医生救的你。只不过没想到他们还会再欺负你。不是你。我走了。以顾北辰的性格，如果真的是他做的，他一定会大大方方承认。他今天专门跑过来跟我解释，难道真的不是他？还有谁会这么恨我？爸妈，你们明明知道那位富家太子爷是什么样的人，为什么还要把景建国嫁过去？她可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就算不喜欢，也不能害她呀！混账东西！什么叫害她？以她的身份，能嫁到富家，就是她最大的福分了。浅浅的身体在监狱5年里被折磨的都快垮掉了，再嫁给那位暴力狂，你们是嫌她命太长了是吧？她不嫁过去，难道让婉儿嫁过去？为什么在婉儿跟浅浅之间，我总是会选择婉儿？可是浅
浅浅才是我的亲妹妹。可是什么？再过几天拍卖会就要开始了，北城傅家对东郊那块地志在必得，我们林家和顾家就算是联手，都不一定争得过傅家。这个东郊项目呀，一旦要落到傅家手里，那我们林家在海城的商业地位就会一点点的被蚕食。上面的文件也已经下来了，要重点扶持东郊项目。一旦东郊项目建成，海城的商业必将会向东郊转移。要是真让傅家得手了，那整个海城的经济命脉就会被傅家牢牢地把控在自己手里啊！我们林家还有顾家，都不是傅家的对手。这唯一的办法呀，就是退而求其次，寻求与傅家的合作联姻，才是最好的办法。晏叔呀，我们也不想这样，但是家族企业那么多员工要养活，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。你以为我和你爸心里好受啊？这几日一想到浅浅要去受那份苦，妈妈觉都睡不好。我是她亲妈，我对她的爱不比你这个哥哥少。傅家那位名声虽差，但是家世却是顶好的，而且传言也未必可信。也许那位傅家的太子爷并没有像传言中说的那么心狠手辣。爸妈，我愿意代替姐姐嫁给傅家太子爷。我觉得我也该为林家做出一点贡献了。为了林家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我本来就不是爸妈的亲生女儿，早就应该在姐姐回来的时候就自己离开的。只不过因为我太爱爸爸妈妈还有哥哥了，所以我一直舍不得。但是我现在长大了，我也应该为咱们家做出贡献，所以我愿意去联姻。爸妈，你们会不会因为我嫁人了就不认我了？傻孩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在妈妈心里啊，你永远是妈妈的亲生女儿。妈妈怎么舍得让你嫁给那个性格不稳定的人？咱们不嫁。婉儿这么懂事，这么温柔，被你们捧在手心里了20几年，你们真的舍得拿她去联姻吗？没事的，爸爸，只要能为咱们家做出贡献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让浅浅去吧，她比你能受。婉儿，不难过了啊。你和北辰有婚约，再怎么样也不能让你去傅家联姻。你呀，就安心做北辰的未婚妻。等到东郊的项目稳定了，我和你爸就去顾家商量你们的婚事。好。你跟婉儿先下去吧，我和晏叔还有话说。浅浅，只能这样了，我也没得选。晏叔呀，我知道你心疼浅浅，其实爸也心疼。可是这件事呢，关乎到咱们林氏的兴衰，我也是没有办法呀。我知道。北辰哥哥，好端端的，北辰哥哥去哪儿了？难道是去找林浅了？林浅，你这个贱人，居然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勾引北辰哥哥，看来是给你的教训还不够。北辰哥哥，你去哪儿了？随便走走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吃完午饭再走吧。不了。我倒是小看你了，林浅。才回到家短短几日，这么多人都被你吸引。哥哥的宠爱是我的，北辰哥哥也是我的。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，你妄图染指不属于你的东西，你简直该死！哟，白日青天睡觉，姐姐真是惬意的很嘛。滚出去！让我滚，你也配！别以为你是林家的亲生女儿，就可以对我耀武扬威，也不看看在爸妈心中到底谁才是他们最爱的人。还有，我警告你，北辰哥哥是我的男人，岂能是你这样的货子沾染的？你的男人，你也看不住啊！你要是看得住，顾北辰何至于追我追到杂物间？他还让我不要嫁给傅家太子爷。你想不想知道顾北辰对我说了什么？北辰哥跟你说了什么？他说让我不要招惹傅家太子爷，但他顾北辰允许我招惹。林浅，你这个贱人！
这个贱人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！妈，救我！怎么回事啊？婉儿，怎么了？是姐姐，我好像叫她去吃饭，结果她二话不说就打了我。什么？你说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她要这样对我？没事，陪妈妈看看。哎呀，林谦，给我出来！喊什么喊呀？你还敢犟嘴？浅浅，你为什么要打婉儿？她可是你妹妹呀！打就打了，我还要挑什么日子吗？你打吧，反正过2天我就联姻了，到时候我肿着脸去傅家，不知道你的生意还能不能谈成。哎，你看，你又输了，最疼爱你的爸爸都不舍得打我喽。姐姐，你脾气大，你想打就打了，我没事儿。没事儿，那还是打轻了。要不我再给你打2巴掌，乐呵乐呵。你，婉儿，这件事情暂且放下，我现在就给傅师爷把胡叔送过去。吃饭啊？不吃饭吗？你整天到晚跟个饿死鬼一样。来人，把饭送上来。是。看见你我就闹心，没心情吃饭。我先走了。我也没胃口。我才不跟你待在一起呢，我也要走。都不吃饭，饿死你！爸，姐姐真是气死我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我明天就把她送到傅家，让她再当上1天的林家大小姐。对对，她走了之后呀，你就是家里唯一的小宝贝。这还差不多。副总，林家派出长女与您联姻，您看？我说过，我只要我心中的她，不要什么货色都往我这推。可是您那天让我调查的人，就是林家长女林浅。是她？快，我要尽快见到她。是。李德柱，来喝茶喝茶。不必了，我这次来林家就是传达副总的意思。哦，那你请说。副总已经看过林小姐的资料，请林先生明日务必把林小姐送到傅家。明天？怎么，林先生为难？小女还未嫁人，这提前送到傅家，有损名节。这万一……既然林先生没有诚意，那合作开发的事儿就算了。李德柱啊，我突然觉得副总这个想法非常不错。这就是我的亲生父亲，为了钱，甚至不惜把我送出去给任何人。我是物品吗？那这个事儿就这么敲定了。等等，我还没答应呢。浅浅，我知道你舍不得走，不过你也看到了，傅家呀，对你们这桩婚事更心急呀。我巴不得离开这里，可是你答应我的嫁妆呢？什么嫁妆？你还没过门吗？你也知道还没过门。副总的名声你比我更清楚，我去到副总府上，还能再嫁人吗？那有什么？一旦我到了傅家，那就是黄泥巴掉裤裆里，不是屎也是屎了。今后谁还会要我这个二手货？你听谁胡说八道呢？你们给我下的套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。今天你要是不给我钱，我就死在这个家。林小姐，你别冲动，他要是出点意外，副总还不得把我生吞活剥了呀？哼，我看你不敢。林先生，他有多少嫁妆，你赶紧给他，要不然你们林家早晚在海城出名。行行行，哎呀，不就1000万吗？给。这还差不多。林先生，你们林家现在这么穷了，连1000万都拿不出来。我现在严重怀疑你们有没有能力跟傅氏合作。李特助呀，我们林家财力雄厚，能没有实力吗？那就是说，在林先生眼里，我们家未来的少奶奶连1000万都不值。哎呀，不，你误会了。
集团特地前来下聘礼，明媒正娶林小姐，赠云顶别墅1套，金海矿场1座，名车豪车10台，金银首饰若干。另外还有富氏10%的股份。这些东西可是价值千亿呀！看来副总对我家小女很是尊重啊，我很满意，很满意。住手！这些东西就算是扔了，我也不会给林家任何意见。林姐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李特助，这些东西是送给我的吗？是的，少年。把这些东西帮我收回去。是。林浅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咱们走吧，这个家我一刻也不想待。就算你们副总是恶虎，是豺狼，也比跟这一群恶魔打交道强。大小姐，吴妈，我要走了。大小姐，你在那边常联系。吴妈，你离开林家吧，这个卡里有1000万，你带着曼曼出国深造留学。这不是你的嫁妆吗？难道你答应副总是因为我？不，我不能要。吴妈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，你知道。大小姐，我告诉你，林浅，你的利用价值已经没了。到了那边，不管死活，跟我们林家没有任何关系。终于把这温氏给送走了。少奶奶，坐这个吧。这个轮椅是你给我买的，还是傅实业让你准备的？当然是副总。他知道我是瘸子，还要娶我。不论怎样，我都会娶你。我的另一半只会是你。这个小熊氢气球怎么这么熟悉啊？你都想起来了？我早就听闻你性情暴戾，死在你手里的女人不计其数。如果有什么手段，你就尽快使出来，不要费尽心机愚弄我。手段？那好，那我可要使出手段来了。你想干什么？芊芊姐，欢迎回家。浅浅，还姐？你认识我？15年过去，你果然都忘记我了。你是？当初他们打我的时候，是你拿被子蒙住我，趴在我身上替我挨打的。小叶子。嗯。你不是被领养了，怎么成了傅家的少爷？领养我的就是傅家。那他们有没有因为你的身份苛责你啊？他们都是很好相处的人，相比林家这些恶魔，他们都是天使。你都知道了？放心吧，我会让他们受到惩罚的。你们都是生意人，这样会不会影响到你啊？林家那些小势力根本不足以动摇傅家的根基。3日后的拍卖会，我会让林家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李特助，通知林志远，3日后的拍卖会我会亲自到场，与他们林家强强联合。是。芊芊姐，欢迎回家。没想到有一天我也过上了这么奢侈的生活，我前半辈子算是白活了。清汤面，大小姐，吴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副总怕你住在这儿不习惯，特地让我过来，还给我涨了10倍的工资呢。不必谢我，都是应该的。我谢个屁！我本来安排吴妈陪出国留学的孩子了，吴妈这个年纪本该享受生活，你还让她伺候人。
大小姐伺候你是我自愿的。副总答应把曼曼送去国外留学，而且安排的是顶级学府，我已经够满足了。现在总该谢谢我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吴妈，嗯，你先忙，我安排了医生给他调理身体。好，大小姐，我先过去了。嗯，太好了，副总已经答应了，如果他3天后拿下了东郊的地皮项目，就和我们林氏联合开发，而且呀，当场签合同。我们林氏呀，攀上副总也算是站稳脚跟了，只可惜浅浅。你提他干什么？会不行。妈，你就别担心了，姐姐她自己要嫁出去的，就算是受了委屈，跟咱们也没关系。就是的。听我们婉儿这么说呀，我舒心多了。琳琳，你知道吗？你之前天天念叨的嫂子就要嫁给别人了。她昨天晚上去的傅家，我昨天晚上给她打了1夜的电话，她一个都没接。当初她没有把你推下楼的话，或许我们才是一家人吧。推我下楼的是林婉儿。哥，琳琳，你醒了。这几天我一直什么都能听到，可是我一直醒不过来。直到倩倩姐来的那一天，我的手好像能动了，我一点点的恢复。直到你刚才说她要嫁给别人了，我一激动就醒来了。哥，林婉儿就是个畜生。林婉儿，你竟然安装针孔摄像头偷拍我哥，还偷我哥的内衣，你变态啊！你不许说！不，我偏要说，我还要告诉我哥，看我哥怎么收拾你。这是你逼我的。没想到我竟然误会了林浅整整10年。他当初跟我说不是他做的时候，我还不相信他，我竟然信了林家那家王八蛋。林浅，我错了。哥，是罪不分早晚的。林婉儿害我和倩倩姐人生忌讳，我要林婉儿付出代价。马上就要到拍卖会了，到时候新账旧账一起算。林总，你让我查的医院我查到了。怎么说？这个我不敢说，你还是自己看吧。是婉儿。林婉儿小姐天天夜不归宿，在外面和别的男人花天酒地，最后得了尿毒症。她身体里的肾本该属于林浅小姐。林婉儿，你抢走浅浅的人生还不够，还要敲断她的腿，挖走她的肾，想什么凭什么？对了，林总，听说东郊那个项目进展的不错，这都是林浅小姐的功劳了。浅姐嫁给傅实业，这辈子算什么？我必须给她一个交代。我要将林婉儿赶出家门。秦秘书，你去准备好所有相关资料，我要起诉林婉儿。是。恭喜傅氏集团以100亿高价拿下东郊地皮项目，希望傅氏能为海城的发展带来更大的繁荣。很高兴在大家的见证之下拿下东郊项目，同时也要感谢我的妻子，是她给予我支持与帮助。爸，不是说傅实业是个变态吗？他怎么对林浅这么好？男人嘛，人多的时候肯定要照顾一下女人的面子。再者说，他提起钱，那肯定是因为我们林家。你是说他是为了跟咱们家合作？太好了。副总，您不是说今天会跟我签这个共同开发东郊地皮的合同？那现在，是
是不是可以签了呀？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？就前几天啊。怎么，您反悔了？哦，那不过是我为了不让林氏给我抢牌的手段罢了。林先生，你不会真的信了吧？您身为一家之主，还真是天真啊！你耍我？小叶子，你也太坏了吧！妮妮，是不是你在背后搞鬼？先揍你！她是我的老婆，动她，你问过我了吗？你别说，你们傅氏是外来的家族，就算与我为敌，我也不怕。我们和顾氏联合在一起，不比你们傅氏差，是吗？哈哈，当然了，我们林氏和顾氏交好100年，情比金坚。我们2家联手起来，可是能撼动整个海城。今日起，顾氏与林氏断绝所有合作。北辰，你说什么？北辰哥哥，我们即将订婚，你怎么在这个时候开玩笑？玩笑？我可没有开玩笑。我们从小青梅竹马，为什么要突然悔婚？因为你配不上我哥。你不是成植物人了？你当时推我下楼，害我差点丢掉性命。我昏迷的这5年期间，我做梦都想杀了你。不是我，是林姐，是她要害你，不是我。对，我能证明，我亲眼所见，就是钱钱，是他推了你。谎话说多了，张口就来是吧？嫂，你已经嫁给别人了，我应该叫你钱钱姐了。没关系，不管怎么样，都是我的好妹妹。钱钱姐，你在医院说的，我什么都听到了。林家害你害得这么惨，我们顾家愿意帮你。没错，即日起，顾家断绝一切与林氏的合作。你别怕，有我在。即便你选择了弃暗投明，但是我老婆在监狱里受到的欺辱，我迟早会跟你算清。这份是林志远与3名女囚犯的交易往来记录，能够证明监狱里的那些人不是我派过去的。1800万，林先生，你为了害我，可真舍得撒血。浅浅这些年在监狱里受到的欺凌，全是你派人做的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，是北辰这小子故意栽赃。我怎么从来没想过，我同床共枕的枕边人，心思如此歹毒。你给我闭嘴！家丑不可外扬，有什么话回去再说。回家？回什么家？这个家不是早都被你拆得四分五裂了吗？林婉儿小姐，有人状告你非法窃取器官，请您配合我们回去进行调查。窃取器官？你们搞错了吧？没搞错，对方提供了确切的证据。不可能，我做的这么隐蔽，到底是谁告的我？究竟是你们谁告的我？是我告的。哥哥，一定是你听了林浅的谗言，这不是我做的。证据都是我亲自派人调查的。林婉儿，你偷走浅浅的人生，居然还想要她的命啊！不是的，哥哥，我这么乖巧懂事，你怎么能不信我呢？求你撤诉好不好？是不是真的？去做一个肾源检测，就都知道了。完了，全完了。婉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有什么问题，我来帮你。陆晨，他们诬赃我偷了林浅的肾。你是大律师，你一定要帮我好不好？我相信不是你做的。陆晨，你还是那么令人作呕。就是你一直在状告婉儿，对不对？现在我命令你，赶紧给我撤诉！就凭你，也想威胁我妻子？傅爷，我不想再看到他。来人，给我把陆晨送到非洲去挖煤，永远都不能回国。阿伟，我不去。浅浅，我是你的陆晨哥哥呀，我照顾了你15年，我求求你。你跟傅爷好好说一下，让他不要把我送出去，我还有大好的前程啊！你的恩情，我早就还完了。浅浅，浅浅，傅爷，傅爷，爸，怎么办呀，爸？起来吧，你不用担心，爸一定会倾其所有
保你平安。林先生，我一直很好奇，你为什么对养女这么好？大家请看大屏幕。所以林婉儿就是他的私生女，当初是他偷偷把你送走的，根本不是人贩子偷走的。怪不得他一直想置我于死地，原来从出生开始他就讨厌我。这段监控你都能搞到？这种东西只要我想查，根本就不是难事儿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我今天栽到了你林谦手上。好，你可等着！芊芊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妈妈只有你了。林夫人，你贵人多忘事吧。上回我断指偿还你的生恩，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我们走吧。我帮你联系了世界顶级医生，很快帮你安排手术，你很快就会成为正常人了。我的人生终于回归正轨了。以后你的人生里有我，就不会有任何人再欺负你了。